这次川普可真是下了狠手。就在本周一，他直接宣布对所有进口钢材征收 25% 的关税，对进口铝材加征 10% 的关税。表面上看是打击全球钢铁贸易，但知情人士都清楚，这把刀的锋芒直指中国。让我们先看看数据有多惊人。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的最新统计，中国去年的钢铁产能已经突破14亿吨，占全球总产能的 53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美国钢铁产能还不到中国的1/10，就连日本、德国、韩国3国的产能加在一起，也才勉强赶上中国的1/3。但更让人揪心的是，中国这座钢铁巨轮正在加速下沉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国内钢材消费量同比下跌 15%， 创下10年新低。原因很简单，房地产市场崩盘了。据统计，中国目前的空置房屋能容纳3亿人口，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总量。这些鬼城不仅吞噬了天量资金，更成了压在中国钢铁业头上的一座大山。更要命的是，为了消化这些过剩产能，中国钢企开始疯狂向海外倾销。花旗银行的分析报告显示，过去1年里，中国钢材出口价格平均下跌了 35%。这还不算完，通过越南、墨西哥等第三国转口的灰色钢材数量激增。据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估计，这部分隐形出口每年高达5000万吨。当然，最让中国钢企绝望的是，他们赖以生存的价格优势正在被无情瓦解。以热轧卷板为例，去年中国出口价格还能维持在每吨580美元，现在已经跌到了450美元。但即便杀到这个价位，订单依然在萎缩。为什么？因为川普这 25% 的关税就像一把铡刀，直接把中国钢企的最后一丝利润给切没了。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这样说。但现实却是，中国钢铁业已经成了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。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内部统计，目前有超过 40% 的钢铁企业已经出现亏损，其中近100家中小型钢企面临破产清算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至少200万钢铁工人将面临失业风险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可能只是噩梦的开始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国商务部正在酝酿更严厉的制裁措施，包括对中国钢铁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实施技术封锁。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施，中国钢铁业或将面临全面断供的风险。让我们再来算一笔账。按照目前的形势，中国钢企要么接受 25% 的关税继续出口，要么被迫转向其他市场。但问题是，巴西、印度、土耳其等国也都纷纷对中国钢材设置了贸易壁垒。根据安永的测算，如果中国钢铁出口量下降 30%， 将直接导致国内400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损失。这还不包括上下游产业链的连锁反应。问题是，这场危机的根源远比表面看起来要深得多。让我们揭开中国钢铁业这个庞然大物背后的隐秘伤疤。花旗银行的最新行业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，中国钢铁业的扩张本质上是一场由政府补贴推动的非理性产能竞赛。这话不是没有依据的。根据彭博社的统计，仅在过去20年里，中国地方政府就向钢铁企业提供了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的各类补贴和优惠政策。结果呢？产能疯狂扩张，从2000年的 1.5 亿吨飙升到如今的14亿吨。更讽刺的是，就在去年，中国还在继续新建钢铁产能。根据卫星图像分析，仅在河北省就有12座新建高炉正在施工，而此时的产能利用率已经跌到了 74.4% 的历史低点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简单说，每建4座高炉，就有1座是注定要闲置的。这简直就是在玩火自焚。
一位美国钢铁行业资深专家如此评价。他提供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，中国目前的钢铁产能已经超过了上世纪40年代美国最鼎盛时期的3倍。但不同的是，美国当时的产能是被2战后的全球重建需求所支撑的，而现在的中国呢，产能过剩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。让我们再看看房地产这个钢铁杀手。摩根士丹利的房地产分析师算了一笔账，按照目前中国的房地产空置率，即便完全停止新建项目，消化这些库存也需要7-8年时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一个可怕的死循环：房地产需求萎缩，钢材价格暴跌，钢企亏损，被迫降价抛售，全球市场遭到冲击，贸易摩擦加剧，出口受阻，更大的亏损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钢企的技术水平也远未达到预期。虽然表面上看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产能，但在高端产品上却几乎是一片空白。以汽车用钢为例，据统计，中国90%以上的高强度汽车钢板仍然依赖进口。每吨高端钢材的价格可以达到普通钢材的5至8倍，但中国企业就是无法突破这个技术门槛。有专家开始警告，中国钢铁业可能正在重蹈日本80年代的覆辙。当时的日本钢铁业也经历过类似的产能过剩危机，结果是什么？大量企业破产，整个行业经历了长达10年的阵痛期。但中国的情况可能更糟，因为体量实在太大了。让数据说话，目前中国钢铁业直接就业人数超过500万，关联就业人口更是高达2000万。如果按照日本的经验，这次危机可能导致30%至40%的产能被淘汰，那就意味着至少600至800万人需要寻找新的出路。这个数字比整个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还要多。再从债务角度看，情况更是触目惊心。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，目前钢铁行业的总负债率高达70%，其中不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甚至超过8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一旦现金流断裂，这些企业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，而他们的债务总额据估计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人民币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中国钢铁业的环保账单也终于到期了。根据环保部门的统计，钢铁行业是中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之一，年排放量超过20亿吨。在全球碳中和的大趋势下，这些高耗能、高污染的产能迟早要付出代价。有环保专家估算，如果按照碳税40美元吨计算，中国钢铁业每年要多付出800亿美元的环保成本。事实上，在川普祭出关税大棒之前，中国钢铁业的日子就已经不好过了。根据最新的财报数据，今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大型钢企的平均利润率仅为 2.3%， 创下10年新低。而中小型钢企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至少有1/3的企业已经出现资金链断裂的迹象。那么，这场钢铁危机最终会有多惨烈？说实话，恐怕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糟糕。先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，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，中国要化解钢铁产能过剩，至少需要淘汰4亿吨产能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要关停100座中型钢厂。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多个省份已经开始强制要求钢企关停并转。仅河北一个省就确定关停32座高炉，涉及员工近30万人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钢企的债务问题已经到了爆炸边缘。央行内部报告显示，钢铁行业的不良贷款率突破 15%， 创历史新高。多位银行业内人士预测，到年底这个比例可能翻倍。简单算一笔账，一旦债务链条断裂，至少2000亿的坏账要由银行系统消化。
这还不包括上下游产业链的连带损失。但真正致命的是，中国钢铁业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完美风暴。美国的25%关税等于切断了最大出口市场，国内房地产崩塌导致需求断崖式下跌，环保压力要求淘汰至少3亿吨高碳排放产能，印度等新兴对手正在快速蚕食市场份额。一位行业资深专家说得很直白，这次怕是真的要见底了。产能过剩、高负债、环保压力、国际制裁，这4座大山压上来，不知道有多少企业能活下来。最新数据显示，目前已经有 40% 的钢铁企业陷入亏损，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。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到年底破产清算的企业数量可能突破200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至少200万钢铁工人将面临失业。这或许就是中国钢铁业的宿命，曾经的辉煌已经结束，等待它的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寒冬。而这个寒冬恐怕会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漫长。